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我们的到场来宾，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台北市议员侯汉廷议员。主持人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中东情势，赶快来看到的是鹰击12，来自于中国大陆的鹰击12会不会驰援伊朗呢？另外，今天我会来关心，也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接下来包括它的北斗跟它的反隐形雷达。如果再加上超音速一起锁定美国的航母的话，美国有办法抵抗得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我们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如果现在做一个假设，伊朗真的部署了中国大陆的 CN-302的反舰飞弹，也就是它的鹰击12的话，美军的航母还敢开进波斯湾吗？这是航母时代第一次被区域国家拒止吗？第二件事情来看到的是，确实现在美国已经出动它的双航母了，但是也不是说没有弱点。我们来看到它的弱点，包括了它的拦截飞弹，现在根据统计已经是库存告急了，而且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中东的盟友也不愿意借基地给美国，那么它接下来还敢开战吗？中美的武器有没有可能真的在中东这边展开对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美国能够毫发无伤吗？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伊朗它的两手策略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他一边现在谈这个重建他的飞弹基地，那一边又说他要和谈，这是求和平还是在拖时间呢？其实伊朗是在等中国大陆的武器到位吗？包括它的雷达，还有它的北斗反舰体系到位，再来针对美国展开攻击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确实，现在看到在美伊的一个对峙上面，美国它的军事武器已经部署到位了，16个军舰、2个航母战斗群跟7个战机联队，大约是4万名的兵力集结，全面压境在中东，而伊朗也是蓄势待发的。我们来看到的是来自于路透社最新的披露，有来自于中国的帮忙吗？伊朗即将跟中国大陆敲定采购 CN-302超音速的反舰飞弹。这个外贸版本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鹰击12了，号称能够治得了，就是航母能够集成航母哦。那么来看到它的特性，包括采的是低空高速的突防，终端还具有超高音速的一个冲刺能力，能够专门针对这些大型水面舰艇，并且具备集成航母跟驱逐舰的能力。现在是连以色列的前情报官员也都开始示警了中国大陆这款武器的威力。他这样说，他说这将会完全改变局面，而且是极难被拦截下来的。伊朗如果真的使用了来自于大陆的鹰击12，那么整个荷姆兹海峡都会在射程的范围之内。中国大陆除了可能提供鹰击12之外，同步有没有可能现在也根据媒体的报道，也会提供其他的武器，像是它的隐形雷达，还有它的北斗卫星的导航数据跟即时的卫星影像一起来做支援。换句话说，伊朗正在建立一个完整的反航母的一个体系。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来关心有关于鹰击12它的战力了。如果伊朗真的部署的话，接下来对于美军的航母有多大的威胁性？再加上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几样武器，不管是雷达或者是反隐形的雷达，或者是北斗，成为一个体系化作战，接下来对于美国的冲击又有多大？汉廷怎么看？我们要先了解到，伊朗它目前陷入了生存的焦虑跟非对称的制衡哦。面对美军16艘的军舰跟双航母的打击群的极端威胁，所以伊朗知道，目前自己拥有的传统快艇群这种狼群战术呢，已经很难突破在现代化的这种宙斯盾防御网，所以他们急需要一种一击必杀的杀手锏。能够让强敌呢在发动攻击之前，先计算一下自己能否承担失去一艘航母的代价。那再加上中国大陆跟伊朗本来就已经有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的这个状态，所以不仅是单纯的能源的贸易，在西方这种极限施压的背景之下，大陆不仅提供了是建设物资，更是安全方案。所以伊朗呢采购了 CN-302，本质上是把自己的国防嵌入到了更成熟的中国体系之中。不过呢，也要看，如果只是单纯购买这样的一个 CN-302
其实也没啥用，因为也要看你具体的跟其他整合性的部署，以及你操作得当与否。否则，如果我们看到像委内瑞拉的状态，你虽然你的手脚的武器是大陆制，可是你的脑不见得是大陆制啊，那可能也不见得有用。不过我们细部来看啊，如果真的一切配合妥当 ，CN-302配合北斗跟反隐形雷达，就很可能会让美军面临了高风险的作战环境。第一个 YLC-8B 的反隐形雷达呢，它可以刺破幽灵的伪装啊，什么意思呢？它在物理上是一种隐形克星，能够在数百公里外精准捕捉到隐形目标的雷达反射截面积。所以呢，这个美军引以为傲的所谓幽灵，但是在屏幕上它可以变成清晰的红点，所以航空母舰的先发优势就荡然无存。而第二呢，就是北斗卫星的导航了。过去伊朗的导弹受限于 GPS 的民用精准度，或者是俄罗斯系统不稳定嘛。现在如果接入了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伊朗就获得了厘米级的定位精度跟抗干扰的军用链路，让后面的 CN-302不再是盲目投射，而能够有一个可以实时修正的大脑，配合卫星的影像来支援。那最后呢，就是这个 CN-302的超音速突袭了。那它能够以低于20米的高度贴海飞行。对于宙斯盾的系统来说呢，反正因为种种的限制，当雷达发现它的时候啊，它可能距离舰艇只剩下30公里。所以以3倍的音速来撞击250公斤的战斗部，它的动能就相当于直接释放数吨的高能炸药，可以呢废掉一艘伯克级的驱逐舰。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如果真的能够3位一体，那么美军面临的就不再只是零散的骚扰，而是一个完整的、封闭的、几乎不可拦截的死亡网络。好，所以现在的关键就是说，伊朗获得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武器，而且必须要是体系化作战的，不可以是单一的武器，才能展现它整体的作战的这个魄力、威力。那美国呢？我们来看到现在美国又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准备？表面上它的声势非常的浩大，不过它也有一些弱点。我们先讲它的优缺点。首先，它现在寄出来的各种武器，包括了16艘的军舰、2艘航母，总兵力4万，然后还部署了18架 F-35、17架 F-15跟它的 A-10攻击机。好，现在来看到它的弱点，一共是2项，是来自于《华盛顿邮报》特别做的揭露。他说是美军高层私下跟白宫说的这2个致命伤。第一个就是它的防空拦截的弹药，现在库存看起来是非常的吃紧的，这当中包括了爱国者飞弹等等。再来就是盟友，他们其实是不愿意参战的，阿拉伯国家甚至不许用境内的基地来帮助攻击伊朗。反观伊朗现在不断的强化它的武装哦，我们来看到它正在修建的各项的武装，包括它的飞弹基地、它的空军跑道都已经恢复好了，还有它的这个固体燃料飞弹设施也全部都完成重建了。现在看起来，伊朗正在重建当中，又有了中国大陆的帮忙，有没有可能美中接下来在中东这边展开对决？那美军还能毫发无伤吗？那干哥又怎么看？刚刚汉庭把那个鹰击12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大家要晓得啊，鹰击12是现在可以号称为全世界最好的反舰飞弹，要得到这样的美名并不容易啊，你要知道，因为像美国啊、俄罗斯啊，他们多的是这种超音速的反舰飞弹，可是那这个飞弹呢，它优点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就是说，它贴海20到50公尺飞行，当时它是以2倍音速飞，它等到距离目标30到50公里的时候，它突然升起，然后直攻，在这个贴海的阶段，很多神盾哈，也就是宙斯盾的雷达可能会抓不到，等到你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在你面前了，它在你面前，那宙斯盾指挥标准飞弹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可能到最后就是进破武器系统要去拦它了。如果拦不到的话，航空母舰就会中弹。那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回溯一下2年前，常常会说，哎呀，这个华盛顿号在那个荷姆兹海峡被打残了，被那个胡塞组织青年运动他们给打残了。我那时候在看，就说没有一家国际通讯社有这样子讲，所以千万不要开这样的玩笑。为什么？美国海军航空母舰如果一旦中弹，那就等于是偷袭珍珠港一样严重的事情。对，为什么？那代表美国的国力。那你现在所看到的说，
这个他们采购 CM302，也就是鹰击12飞弹哦，伊朗有个很大的伤，也就是我曾经说过的，你要用什么载具来投射？哦，它可以用飞机载，它也可以用船来打，但是伊朗没有这么大的船，也更没有那么大的轰炸机，所以我提供了 CM302。大家要知道，这种超音速反舰飞弹非常大一枚，你如果没有足够的载具，你是不能够发挥它的功效。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伊朗如果敲定跟中国买 CM302，也就是鹰击12的话，它一定有附加它的载具在里面，不然的话，它的用处恐怕就不大。可是我们回头再来看看美国啊，美国已经16艘军舰在红海了，对，再来就去赫姆兹海峡了，就已经到德黑兰门口了。那你说这么多军舰都过来了，那你伊朗不怕死吗？我告诉各位，到目前为止啊，舰上的标准3型跟标准6型飞弹是不够的。什么叫不够？也就是说，所有的美国海军的这个就是水面上的舰队，他们都携带了标准3型或是标准6型的防空飞弹。这种防空飞弹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打海面的目标，也就是既可对空也可以对海。可是现在的数量是不够的。我举一个例子，去年美国的海军舰队司令部司令考德尔上将，他对着那个美国的军工业，他开会的时候，他直接讲一句话：我绝对不会原谅你们。他讲的话非常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的舰队没有足够的标准飞弹。所以今天这个新闻就验证了1年以前舰队司令部的司令他所讲的话，到现在没有改善。你知道吗？缺乏这么多飞弹，库存告急。为什么会告急？很简单啊，就是因为最近支援了以色列去防什么？防伊朗打过来的，就去年嘛，防伊朗打过来的那个飞弹，所以花了很多。因为美国是无条件提供给以色列的，所以耗费很多。在这种情况底下，还有在这个海峡上面要预防青年组织他们打飞弹过来，所以像这样的飞弹，还有另外一种叫爱国者，爱国者耗损最大。那你知道五角大厦也评估了，要恢复库存要5年，要5年。他们还讲了另外一个数据，他们说要恢复送给乌克兰的标枪飞弹，比较小的那种反坦克飞弹，要13年。大家知道吗？所以4万大军，美国大兵集結在那个荷姆兹海峡外面，你等上了岸以后，你恐怕发现你反坦克飞弹你都不够，更不要讲说我刚才讲的那种对空拦截的那种巨大的飞弹都不够啊。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讲一句实话，就是说你粮草先行啊，结果你发现粮草也没来。然后你川普，你现在要大开杀戒吗？你要先想想看，这一次的作战很恐怕只是一个有限战争，你要快速取胜，快速在谈判桌上面取得进展，不然的话，你真要打他的话，你恐怕48小时之内就必须要撤退了。好，所以现在面临在军事上面的不足，不管是在这个拦截弹药的不足，川普敢不敢先开第一枪，这个还要持续的做观察。倒是伊朗现在，为什么突然间又慢慢的好像展开示好？他现在说了呢，他愿意来展开核谈判，在日内瓦这边他想要谈，这是来自于伊朗外长的最新说法，而且他也特别强调了。他说：“伊朗，我们接下来不会发展核武，但是还是绝对不会放弃和平的技术性的一个权利。那么时间点非常微妙，因为现在看到伊朗好像在实施的是2手策略，一边它还是持续发展它的飞弹系统，还有它的防御系统，但是另外一边又好像示好说想要跟美国来好好做谈判。大家也在解读说，川普这个伊朗到底在想什么？他是不是现在呢正在等中国大陆的武器完全的到位，才会对美国展开攻击？那大使又怎么解读？其实伊朗我们今天观察，从很持平的观点看，伊朗已经做了很多让步了。那就不晓得美国到底要求伊朗是什么？因为伊朗的外交部外长已经多次声明，他说我们已经草拟好一个有关发展核武协议跟美方要签核武协议的一个草案，准备26号带到日内瓦去谈。那这一次在谈判的时候，美国只提出2点要求啊，第一个就是废导是什么？导弹。
他要伊朗把他的导弹系统把它废除，自废武功。第二个就是废核，那废导的部分，伊朗说绝对不可能，美国也没有继续再谈了。那废核的部分，伊朗说我没有要发展核武，我也不会发展核武。那可是呢，我发展核子和平用途的能力这一点我不能放弃。所以就是大概这个立场。然后现在已经传出来，就是说我可以把我已经提升到60%的这个浓缩铀我可以送到国外，大概就是送到俄罗斯。去把这个浓缩铀的风度把它降低，对我手上不拿了，我就交出去了嘛。那这一点事实上的话，伊朗部分已经讲得蛮清楚了。可是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施压，从来没有针对伊朗这一些提出来的具体方案做任何回应，只是说伊朗就是说这个对美国的威胁很大。而且最近说，这个伊朗已经在研发可以直接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了如何？然后说伊朗若拥有核武的话，那这个对整个区域来讲，对世界来讲都是极大的威胁。中东将永无宁日，陷入无止境的这种战争，所有的这个中东国家都会生活在恐惧之中。而且说呢，我们现在对伊朗这个采取这种军事威胁所有的中东国家都将获益，而且大部分都支持我们。那这个对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得到的讯息又不太一样。对，因为伊朗已经说我没有发展核武，我要放弃了。而且我现在已经拟了这个核武协议。那所以就变成这个中间，伊朗的立场跟美国现在持的立场有一点落差。而且昨天还有这个相关的美方人士传出来说，已经准备打了。而且就在26号谈判之前。是小打还是中打？就不断的传出就是打的这个风声。那川普今天在这个国情咨文对伊朗也毫不放松也就是说，伊朗你不放弃核武的话，这个对我们威胁太大，你会产生你会有这种非常危险的处境。那所以现在就有一点点感觉上美国跟伊朗好像不是在同一个频道上在沟通。那美国硬是说伊朗不放弃核武，伊朗是说我已经放弃了，所以呢，到底是有意没有听到对方的声音呢，还是真正没听到？我觉得有意故意不听到对方声音的可能性比较大。好，谢谢大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